各位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吧。2026年7月17号了，凌晨12点40左右了。我不是搬家的嘛，然后忙到现在，就白天就吃了一个西瓜。那前几天不是10块钱买几个西瓜嘛，没吃饭，一天没吃饭，给我累的一命。来到这边还是点那个曹氏鸭脖，之前点过他家没拍啊，还是个猫咪吧。这黄焖鸡米饭也开着呢，还有什么那个。我还有一个点了一个啤酒，今天算庆祝一下嘛。右边那个小伙子在呢，是那个，我进去拿一下吧。他是一男哥们儿，他可能就开到1点钟了。他那个搞得挺温馨的，有点复古的感觉。淘宝2号，感觉拍的话冒犯了，反正我进去拿一下吧。我有个淘宝2号的。等一下吧，可能还没好。那个猪猪钟表挺有意思的，难怪了。这个好像老板娘比较喜欢吃辣。你那个不辣的不能选啊？就是说没有不辣的，最少都得微微辣啊，这样子。可能是夫妻店。等一下，可能单子来了这一会儿。各位12点49了，这一会儿突然来单子了。你看美团的、淘宝的，可能是他老婆吧。我之前来是一男哥们儿的，我想着2个男哥们儿，你有时候进去是吧，大眼瞪小眼，不太好意思拍。谁知道今天进去，我估计是他老婆吧，应该是2个人轮流做的啊。他前段时间这个生意很一般，有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我点了就1号啊。吃的吧，我就说过了吧，跟那个泉州那王氏现捞那家一样的。你刚刚也听到我对话了啊，它的基础就得有辣，只能点最少得微微辣。现在去拿个啤酒啊，哎呦，打了西瓜的嗝。那个在登云山路那边，我看地图就扫了一眼，我们忙着过去了。现在镇江市区。经过这1个月的逛了，也非常熟悉了。这种电视的，这女的这一会儿忙不过来，淘宝来啊，不是，美团来了6、7单。她说10点半忙到现在12点半啊。有些货卖完了，又打电话去跟人家说啊，土豆啊、土豆粉什么的土豆片没了好像，我就在那里等着。这老板娘跟我那前面那个房东阿姨2人品味一样的。因为我刚好买那个我家里那个美的空调的那个，等一下回家会说的啊。我不是买我那美的空调的遥控器嘛，遥控器先换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就是遥控器坏了。我在这坐着等着，它遥控器跟我的美的遥控器一模一样的，什么 RN0-BG 还是斜杠的我。这个集美小镇啊，改天吃一下那台湾的美食。现在拐到了中山东路这一段，大润发。我家里空调开着呢，那空调那个遥控器有点问题。我买的那西瓜还好有几个没扔呢，打开摔烂一个，就我搬完家这有些东西还没搬完嘛，往下扔啊，有些家具什么的。我就大概2个小时前在家里磕了一个西瓜，打开好红啊，很甜呐。它那7个西瓜，我感觉每个都不一样。不是有一个黄的吗？有观众跟我讲，它是一个品种啊，但是那个品种它也不甜呢。7个西瓜得吃1个礼拜。中央大，怎么有股辣条的味道？附近。每天装个宽带，他应该会过来的。他不过来，我会打电话催他的。基本上就又搬家又成功了。可能终归啊，是我的这行李不多，各位。我就用那行李箱啊，自己拉了4趟。
衣服啊，2台主机啊，电脑什么的，一般就好了。哎，你没走过？没走过，走前面啊，镇江火车站那边。吃个麻辣烫嘛，这叫什么麻辣拌还是什么？但它的名字叫曹氏鸭脖，其实就是麻辣烫了。哎，价钱真实惠啊，难怪点的人多。你送到家里也就10块钱，各位。我这点的话7块7毛钱，这个一升的扎啤啊，7块6，总共相当于15块钱。其实就跟平常一样的，白天的一天没吃饭。白天我累得虚脱了，2个小时前在家里啊洗个澡，把那拆的柜子那板子往下丢一丢，一弄床垫给它铺上，这个劲儿缓过来了，现在还有点稍微缓过来劲儿了。白天今天也热，给我弄的。这马上要右拐了，我记得啊。现在应该要到中山西路这一段了啊。就这个登云山路啊，黄山北路交叉的啊。1个月前呢，我们刚到这个城市啊，我也没想到1个月之后有套房了，然后已经对这个城市起码就市区啊、润州区、京口区这一市区里面，你跟我说哪是哪，我全都知道了，而且路名也背得很熟悉了。现在我们拐到应该黄山北路吧，就在这个民谣集市那楼那边。哇，这晚上这幢楼啊，入住还挺高的啊。这个民谣集市啊，也是要搞得很晚了，就那种唱歌的酒吧吧啊。它就在这个那个东北那个摆摊的门口，我估计啊。反正我的观察，在镇江的东北人还挺多的，不管是开实体店的还是街头摆摊的吧。有人说没看到摆摊的是吧？他一旦有摆摊的，就是东北的。这个路连接没做好，要蹲一下啊，等个红灯吧。这条路下去啊，就到京畿路啊、新马路啊、电力路啊那边了啊，或者靠近长江路了。我们之前拍的春江潮广场啊，这一块就三毛宫啊、珠芳路啊、中山北路啊，你逛着熟了之后啊，左拐吧，绿灯。熟了之后，这城市其实就是没有多大啊。就这登云山路啊，这2个摆摊的应该是东北的。这车是锦州的嘛？是辽宁锦州吗？改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街头的一些东西啊。此时此刻啊，在前面京畿路还有一个老奶奶包饺子的，她有时候摆得很晚的，不是她实体店，这是镇江烧，她在上面，我们要进去啊。一个1升的一个精酿啤酒，它其实就是商业广场吧，走这里能上去吗？就是小区楼底下，其实找一下谁有卖这个啤酒的，叫什么来着？牛魔王，我就记得牛魔王3个字。这么晚了还有美甲的，哇，那里面几个小姑娘挺漂亮的，穿的挺精致的，是这个吧？这几个亮灯的也没几个人，是这个，我是淘宝1号，刚刚曹氏鸭脖是淘宝2号。哇，这么一拍就7、8分钟了啊，没事吧？等下回家再聊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进去拿一下。哇，是个女的吗？淘宝进去拿一下。各位，我拿好了，他应该是夫妻店吧？他那男哥们挺热情的，他说就是意思问我住哪，我说我住前面那个小区。他要加个微信，说以后给我送过去啊。我说我偶尔喝一次的，我说谢谢，我就没有加啊。
这样子吧，我们回家再继续吧。如果这样子一拍的话，又是几分钟。我光在路上拿个东西得拿十几分钟了。我们暂停一下，下一个镜头啊，直接切到家里了。各位，我担心它这个辣的呀，到时候下不吃不下肚或者怎么着的，我就得拐到三毛宫这边这个玉桥巷这边，还到那个洲际饺子那里去拿一下啊。这条路的路灯啊，给我家那边就好了。我靠，你这边。这条路走底下左拐那几个烂小区，那路烂的，这里拐进来路好的要命，路灯也亮的要命。我一直羡慕这里啊，它这个饺子是预制的，但是反正吃一下也无伤大雅。我点什么馅儿的也忘记了，5块钱还送个茶叶蛋，还送南瓜饼啊，等一下打开就知道了。5块钱，5块5。便宜也有好货啊！这右边有个炸鸡店呢，叫什么 CH 什么炸鸡的，按韩式炸鸡。我吃了，确实好吃。他那个，哎，打个什么东西给我呛到了。有时候很多店，就是说吃了没有拍了，各位。我其实应该多拍一下，也有记录的必要。你比如说现在1点多，你知道这个玉桥路这边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刚刚拿的那个宋官营边上啊，那个叫斜桥路，就差一个字儿啊，偏旁也差不多。哟，这狗狗之前怎么给它没拴绳子？之前都拴绳子的嘛。这狗狗是他家的，就他们啊，预制的也给它吃一吃嘛，便宜啊。小白，找一下吧。哟，好了，不要咬。好了，脾气这么差啊？拿一下吧，有没有好啊？淘宝2。哟，这哥们长得像那个金城武一样的，看着。等一下吧，没好这种情况。各位，我刚刚到家，然后把那些吃的已经打开放在那里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房间一些小的这个我的发现吧。桌子都是暂时放在这里的啊。这空调啊是格力的老款的，它叫什么良知镜啊，英文就是 Cool Silent。我查了一下，包括它侧面啊，它没有那种能效1、2、3、4、5的。上面我上去看了一下，问了一下豆包，生产日期是2012年2月份的。它的你看，打开之后非常灵敏，就这一款，很多酒店标间是用的。然后你要调温度，超快的；你要调风速，超快的，非常灵敏。凉的也很快，啊，马上左右摆风怎么都很快。你现在关掉，非常快，非常灵敏。有一什么问题呢？你一打开外面这嗡嗡嗡的一弄的，它还是变频的啊。看是1.5P 的，实际上非常耗电的，非常耗电的。就所以说这个空调，我在想到时候要不要换，因为它也没有毛病嘛。怎么弄的？我摆在里面有些柜子我已经扔的差不多了啊，还可以吧？啊，坐在这里吃好了。这空调格力的也有一个小问题，外面灯没关，灯给它关掉，外面灯关掉。灯关，客厅灯关掉好了。这空调啊，遥控器在那窗户那里。这空调就是现在不能关呢，遥控有问题，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这空调稍微静音一点，我希望我买完遥控器啊，就跟刚刚那个曹氏鸭脖那店里的一模一样。哪款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找一下遥控在这里。刚才店里的曹氏鸭脖也是这个，我说这个嘛，RN02勾 B 具啊，淘宝买。你现在按这个没反应，我就不演示了啊。反正我估计今天到明天都不能关了，或者接下来48小时不能关了。你按这个没反应，有些好不容易打开，我走侧面才有反应，还是怎么着的？我估计是遥控坏了。豆包说这上面这个灯淡紫色的灯不亮的话，就是遥控坏了。我拆开拨开之后，这电池是有的，电是够的。好了，我们吃吧，其他屁话不讲了。
还有一小细节，那柜子当时不是在这里吗？它有一个正方形的压的一个白色的粉什么的，我以为地板烂了呢，没有，我这扫完之后用那个我买的魔术贴给它擦一下，竟然是干净的，没有烂地方。第一单就是曹氏鸭脖，刚老板娘特别客气啊，干了吗？没汤了。7块7。第二单是这个精酿啤酒拉格什么东西，喝一下吧，刚刚打开了，因为我单手拍摄。到嘴里一股这个很猛的这扎啤吧，这不太像那个，扎啤，挺有劲儿的，到嘴里就有劲儿啊。1升的这单是7块6，这个单子给大家看一下，饺子加这个茶叶蛋，5块5我们把单子给它弄清楚，有单子的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有些人他天天喜欢抬杠。前几天其实发生一个事情，因为我答应那个帽子，我说我不会把视频发出来，所以我答应他了。但是我想提两嘴这抽象的聊一下，因为那个话题我很早之前就想聊，我是没想到在晚上在街头还真的碰到这种傻帽给我扣帽子，我以为在网上能碰到，就比如说我加个英文字幕，有人给我说是间谍。有人天天给我抬杠说，比如说你这房子，我跟阿姨我们都确认了，吃饭的时候也说了，他确实就是花了7万块钱装修装的门什么，那个外面那个门很静音的，就很多东西，就是抬杠的人很多嘛，就我以为网络放大了一部分人的愚蠢，有时候我也是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，包括上一个视频是吧？我说我搬家没什么那个，我前天晚上碰到一个傻妹在街头。他把我拦下来，气势汹汹的给我扣了一帽子。人高马大的，比我高，比我大，比我重，他接近200多斤，210斤左右，我估的。他扣完帽子之后想走嘛，因为有些细节我不能讲，各位，我没有让他走。我那天我说我反正也拍视频的，我就时间也多，我就强烈要求报警，他不报我又报了一遍。帽子来了之后，这下面就不能讲了，我给大家说结果好了。他给我道歉，然后那些视频素材我存在那边，包括以前还有一个网暴我的20万播放的，谁自己看这个视频谁自己对应好了，很多素材都放在那里。而且那个20万播放的就是全网的，我是2个 U 盘存着的，2个移动硬盘。我追究他诽谤到时候给他搞1万块钱，我就要精神损失好了有些人不懂法的，警察就叫帽子吧，现在都叫帽子。我提两嘴，因为帽子挺客气的，一个年轻的一哥们儿，我估计也没刚考入体制内没多久，因为他这个在调解中有这个倾向性，然后我马上把手机架起来，我说我现在行使我的监督权，大概录了10分钟。中间很多细节不能讲了，各位，我只跟大家临时想起来提两嘴。我跟各位讲，那个哥们儿就是给我扣帽子的人高马大的200多斤的，他吃了非常大的亏，非常大的亏，而且素材我还存着。调解是结束了，我以为网上有现实中还真的能让我碰到这种傻帽。因为这个帽子他特别礼貌，他最后还说，我说我刚买了房没多久呢，刚来你们这边没多久，他说您那个欢迎你来镇江我说谢谢，我说碰到这种人真的是吧？那帽子也是说是，他还专门把我拉到一边，就意思您这个能不能 delete 这个 video 我们说英文好吧？我说就是说 I promise， 就是像你那个吧，保证了一些话我说我理解的，之前在福建广东，你看看我们这帽子打过多少电话，也别说熟门熟路吧，我理解的。我说你查我那手机号的，你们不后台看得到吗？我本身就是个博主。他说你是个博主是吧？更应该有这种社会的这种责任要承担起来。我说是这种人我等下法院给他起诉，他哭都来不及。他说是，所以就说到这里吧，各位，因为我答应这个年轻这个帽子，
他也是就是说非常懂得起吧。我只能说到这里，各位言尽于此。我们现在好好吃饭好了。我临时想起来的啊，因为上个视频我也在吐槽一些蠢货嘛。我是说有些哥们儿啊，或者有些姐妹儿，有些妹妹，甚至有些装修的，比如说你说我这房子装修就前装修值4万5万，甚至你说2万都无所谓啊。就是你抬杠也好，或者说你说我这拿个东西吃，我是个穷逼都可以。或者你说我加英文字幕，是个美国间谍都可以。你现实里不要给我碰到。还有之前那个骂我的，就是骂了好久，也是有观众艾特我才那个。你为什么不骂了呢？我等着你露脸，用你自己的声音啊！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些证据，我只有85%到95%的把握能让你赔几万块钱。我希望你露声音、露脸呢，或者现实中碰到我真正帽子叫过来，到时候你别哭啊！你别哭啊！我法律研究的透，你啥都不懂啊！我跟帽子说，我说就是传播，这有一个传播的问题嘛，还有人格贬损的问题嘛。那帽子一听你这都懂得起啊，我说我有些后话我就没讲，我就跟说有些哥们儿啊，或者有些姐妹儿啊，你在网上跟人抬杠，你别现实里碰到我，你给我逮住，你跑都跑不掉。我手机架起来，我看你往哪跑，我看你往哪跑。我不会骂人的，各位，你别看我有时候录视频，有时候会说一句脏话，傻逼什么是吧？那也不算那个吧，对吧？我没指名道姓，他有一个个人领域跟公共领域的问题。就比如说，算了，这个不教你们了。然后昨天有一小事也跟大家聊一下，因为最近的视频都连起来的，我们喝一下这个，免得跑气了。昨天啊，我不是发的那视频，我说这个柜子啊，送人嘛，还有一个全身镜是吧？啊，有个在镇江附近，这可以讲吗？这哥们儿应该会看我视频的。他的信息我保护他也就不讲了。我以为他要柜子呢，还好他没要，各位，还好他没要。我跟各位讲怎么回事呢？有几个人私信我，以及昨天呢有不靠谱的。我其实出发点很好，我这房子买了之后，这里面有些家具等于说送给我的观众嘛，最主要是我的观众，尤其是老观众，你刚好在镇江或者甚至南京过来，我都欢迎的。谁知道那个热心观众啊，他只要那个镜子，他镜子拿走了。然后我当时螺丝，你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光说这是无凭无据的是吧？那这东西全卸在这里。我拿着螺丝刀卸那2.36米的柜子的时候，我卸着卸着就闻到那个甲醛味了。有些观众应该知道我这鼻子特别灵敏，我赶紧回家把那视频删掉了。我们不干这种事情，各位。那种甲醛的柜子串那种装修的，我是闻得出来的。包括那个柜子也是的，我拆了一半，我手一摸一敲，你们看上个视频也有嘛，空空的，它材料很差的。就是串的那种柜子，我还单独问了阿姨，就上个视频不有讲吗？我赶紧把视频删掉。我在想，这种柜子送给别人或送给我观众，他回去骂死我了。我不背这个骂名，各位。我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这种串柜子免费送给别人，别人叫货拉拉过来100-200拿到家里，他到时候。这概率虽然很低啊，只有0.几%，他得白血病了，到时候怪我啊！那周队长当时送我一柜子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反正拿柜子之后，后面我得白血病了，他到时候赖我头上，我靠！所以我又没送，我宁愿自己拆掉。你看现在清的干干净净的时候，我宁愿自己拆掉，丢了垃圾桶我都不送人。我们不干这种事情，各位，我们有里有面的。茶叶蛋非常烂，这自己煮的吧？那个柜子也是的，我要自己拆。这阿姨我仔细问问，她是在前面一个家具城找一个人装的，我价钱没问。我说阿姨，你新房子也要装修，就指着前那个卖我房子的房东阿姨啊。我现在跟他儿子一样，你知道今天早上就昨天7月15号，我去拿电表，阿姨大清早给我发了一图片，
3张图片，什么开装修大吉啊，他们的房子4楼那边已经在装修了。我说阿姨你这么快？她说对，她很喜欢发语音的，都是几十秒那种。然后我这个上午去办了水电燃气的交接，啊，这样就好了，所以我赶紧让装修了。我说您速度真够快的啊，我现在像他儿子一样，真的。我就昨天晚上跟阿姨讲，我说阿姨，这种柜子你不要再买了，这个商家你给他拉黑吧，不要再找他买了。阿姨说对对对，我小时候你说的对啊，我当时住的时候这柜子我也感觉不太好，阿姨也闻到一些味道了。那天吃饭他就跟我在讲，我们在吃什么，我们在聊什么，我不是说聊这个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吗？啊，我们节目就主打一真实。今天吃点辣吧，辣椒油给它抹上去。什么馅儿？拿起来看一眼，忘记自己点完忘记了。芹菜猪肉是吧？这个之前吃的方便面的，这什么是米粉是吧？米粉，这细的米粉啊，还是符合我口感的，我还担心是粗的呢。之前是汤的嘛，可能刚刚泡的太久了，还有肥牛啊，我们捞一下给它结束吧，各位。别人买个房搬个家什么的，开开心心的，我们都聊这种乱七八糟的。贵在真实，各位，叫什么拉格，这哥们儿也挺好的。这女的是女的牛魔王吗？这哥们儿刚要加微信，他说以后给我送过来。7月17号是吧？昨天10几号，过得乱了。这7月7号、8号还有2个视频呢，各位，在前面码头那气度那边拍的。反正也没几个视频了，后续大概会恢复正常。劲儿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拉格是吧？牛魔王什么拉格扎皮，就感觉沫子稍微那个。再捞一下这个吧，它这个是6荤5素，这是肥牛。微辣还行。啊，微辣不是微辣，微辣，它是微辣、微辣、中辣、特辣，怎么变态辣什么，好像是这样吧？啊，大概这么分的。这是鹌鹑蛋，那肥牛挺真的，各位。上是汤多，今天他老婆在这里煮的话，汤放少了吗？或者忙得晕头转向的？这还有这个甜不辣，每次东西都不一样。这莴笋吧，这莴笋、海带什么的。这城市麻辣烫非常便宜啊！我记得到镇江第一天，我们吃的那小老头嘛，那三毛宫那边，我就吃了那一次，我就没吃了。我是不好这一口，偶尔其实有时候天热，其实你看我一天没吃饭，我也无所谓。偶尔吃一下这个。我正常都是吃点饭菜的。好了，各位家前面拿东西，我估计有20-30分钟了。算近期啊，就刚到镇江，因为又有新的这种话题、新的留言的趋势，有时候要及时跟各位交流一下，这样子。可能后续比如说去南京哪里，我不会再吐槽任何东西了。就是你进入一个城市旅拍、城市探索的节奏，就不会再提这些事情了。刚好近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以及刚好又是买房子这些事情，就只是跟大家碎碎念聊一下。刚好有些吃饭，后期可能镇江吃饭的会很少的。你们回顾一下，泉州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到福州了，到厦门了，哪还有吃饭的视频？几乎没有了。所以现在你还别觉得烦，过几天你想看都没有了。它这个米粉我还担心是粗的呢，这个细的吃的还可以。还有什么细节再捞一下吧？还有个饺子什么的，这家还可以的，以后可以多吃一下。虽然我不太能吃辣，因为划算，各位7-8块钱你还说什么？还有这个。这什么鱼豆腐啊？上次她老公那里那天给我的东西多，那天给我的荤的多，还
还有鸡翅什么其他的东西，鸭胗什么的，它每只东西不一样。藕片我刚刚是不是吃过了？最后咕噜咕噜上一口，各位，算我自己一个庆祝吧啊！今天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卧室是这样子的话，然后就包括我坐的这个床的话，我是暂时先这样放来，床架我不想买了，反正我觉得这样睡也挺好的，我也那个这样床也可以移动，我搬到卧室、搬到客厅睡也行，我搬到这边睡也行，搬到这边睡也行。这样就是其实你不买床架也有这个好处嘛。咕噜咕噜上一下，各位，等一下把这藕片咬完。有点撑得慌，喝不下，因为前面我吃了一个西瓜，各位，桌上不是没摆西瓜，也摆了2西瓜。我贴的那胶条跟大家说一下，给大家一干货吧。灯给它打开，这不压着西瓜吗？我贴的这个胶条看得到有分层的吗？这个条到那里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条叫防撞条，之前说过了嘛？防撞的条贴到这桌上啊，贴到这桌上。第一个有防撞的功能，第二个，你看这桌子它像你这个刷的这个乳胶漆还是怎么着的白漆白墙是吧？你这贴了这个防撞条，你这桌子顶到前面，打嗝了，抱歉，桌子顶到前面不会破坏这个墙体，您参考一下，它可能是这个玻璃面的，粘性不强，所以我拿着西瓜还有那个压一下。这几个西瓜吃饭真得吃1礼拜，那里还有一个呢。打嗝了，这一气儿上去牛啊！一股子麻辣烫味儿，把灯给关掉。等下垃圾扔一下，直接那个。各位还要看吗？这视频录了大半个小时了，大半夜的，现在快2点了。各位，喝完吗？各位，喝完吗？最后，因为其实我有很多话题想讲，一开的话，这视频真的不夸张，咱聊几个小时，只要聊到天亮都行。刚刚那事儿我也没展开，哇，这有点劲儿上来了，感觉头蒙，不是说那个，就感觉有点兴奋的感觉了。吃点饺子吧，蘸点辣椒油。辣椒油刚刚是他儿子拿出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去那前面镇江古城路江滨新村那里，你们会看到视频。我没拍视频，你们看不到视频了。我见到一对夫妻在这个地球上，在我们中国最会赚钱的人，就在这么一个没有夜生活的地方，他在江滨新村门口。我昨天是点了一个煎饼，昨天也是像这样，也是忙一天领去这个电表又是忙其他的事情，拿快递什么的，把那个快递拿到这个新家嘛，包括拖把什么的。晚上忙完我就到古城路那边逛一大圈。我没拍视频因为晚上你知道也没摆摊，也没干嘛。我先点了一个这个蜜雪冰城，2块多的什么茉莉绿茶怎么着的，喝完我发现一天晚饭没吃呢。我点了一个杂粮煎饼，就在那古城路边上，就江滨新村门口。我到那边一拿，我一看，我靠，那女的夫妻店，也是夫妻店，女的在那个一个大的一个铁锅那里，刚好就我这个淘宝4号还是美团4号，给我快煎好了，就是折叠起来给我装起来。我说我刚来这边，刚那个你是在你这个窗口拿，还是走旁边小店进去啊？他说你小店进去也行，这个窗口拿我递给你也行。她老公在旁边煮饺子，各位就煮这种预制的饺子，我估计是一家的。这个绿盒，在泉州我吃的饺子也是这样子的，这都是一家的，各位，全国都是这样。你不信你问一下，这预制饺子我吃了多少了？其实这个口感还不错的，没那么差的，还可以的。她老公在旁边煮这个饺子，这女的再给我煎煎饼，杂粮煎饼，加里脊肉还加什么？多少钱？8块钱。好大的一块，他拿给我的时候，我从旁边小店进去那外卖小哥也进去，也就是说他边开小店开了一超市，门口摆了啤酒什么的，就正常的烟酒店，
然后左边她跟她丈夫就有一个小的一个这么一面积的一个地方，又开了2个外卖店。她老公煮水饺，就是反正比如说我们刚刚拿的这个洲际饺子馆，2个外卖店啊，一个煮饺子，她在那里弄煎饼，或者是就一个水饺一个煎饼，然后同时外面小卖部又卖着，我靠！我在想，长得也是感觉年轻的时候有气质的那种女人，还有那种就是韵味的那种感觉。这么说感觉有点暴露自己什么？那是啊，我在想她钱赚到几百万肯定有的，看得出来人也特别有礼貌。真的有时候事在人为，各位。我最后有一感慨想送给各位，就有时候你可能像我这样就全款买房，我能预感我的人生的，各位，就我的人生就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有些人我也是给各位打打气吧，就你觉得人生到了低谷也好，或者有时候自己活得比较难也好，我希望你坚持下去。各位，你如果有一天大概攒了几万块钱，工作也相对自由了，等买一套房的时候，我们后面一起见证吧，各位。后续你们会看到我大概人生的一个变迁。就正常来说，我还会再继续分享视频嘛，还会像这样子没事跟各位唠一唠。你会看到我接下来几年的一些东西。我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就是你觉得上初中、中考、高考或者大学怎么样，或者你恋爱失恋了，这其实都是人生的一些屁事，根本不重要的。你的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全款买房子，贷款不算啊，贷款你今天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，哪怕10万、20万、30万、几十万，你一个人，各位一个人，跟家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跟你父母没有任何关系，跟你男女朋友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一个人拿下一套房子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各位。接下来不是说开挂什么着啊，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，我是鼓励一下各位。又要打嗝，给他咕噜咕噜干完吧，各位，就一口气这么给吃个饺子给他干完。多吃几个饺子，变一下。这还有个肠给它吃一下，假的肠。今天又说多了，又唠了几十分钟，还没有荤呢，再捞一下，没有了。还是她丈夫那天给的多，她丈夫那天给的都是肉，她今天给的都是火锅料啊。这东西也不能选，反正在我看来就是麻辣烫。他老婆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刚刚说这个，反正挺客气的吧？你们看得出来的。好了，垫一下，再垫一下吧。我想直接给它干了。蘸点辣椒油。干了。还不行，喝的撑得慌，也喝不下了。啊，改天到宁波我找找我那哥们儿，那哥们儿他不愿意上镜的，我强行给他拍一点。这我小学初中的很好的哥们儿。叫勇哥吧，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，我强行给他拍，到时候给他打个电话。但是我跟我姐啊，跟我姐夫吃饭，我就不会拍给大家的，因为他们是开实体店的，可能会有一些隐私什么着的，我避免给他带来一些麻烦。好了，各位您参考一下吧。刚刚我还是想顺着那个话题跟各位讲一下，就不管你。我其实想鼓励一下各位，你们见证我这2年这样走过来，其实人生啊很多这种变化，你真的是想不到的。
你真的是想不到的。我也不会说在这里住一辈子，我可以跟各位讲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你未来也不知道，它只是有一个，你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它会有一个这种反馈的。我希望各位可以支棱起来，或者能撑下去。我知道有些人很难的，因为我太理解各位了，因为我家庭也不怎么好的，你们看得出来。你们见过我说我父母吗？没有。因为我不聊我的父母，之前有人总是说我父母死了或者怎么样，我也无所谓，你爱说就说好了，是吧？我经常一句口头禅，我说你嘴巴长你屁股上，你随便讲好了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建国才1949年，很多人的经历是差不多的，没有必要再跟大家回顾过去，再讲很多大道理。我是希望各位能撑下去，就起码就你个人的感受是最为重要的。要打嗝了，过瘾。很多事情不重要，那是不重要。今天可能是我这人生当中最自在的一个晚上，我不敢说是最幸福的一个晚上。我非常自在，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每天桌子会摆到这里啊，或者靠墙摆，反正我比较随意的，有个大致的一个思路就可以了。在饺子里吃完嘛，不拍的也拍了半天。再吃给它喝完吧，这么一点点东西吃半天。豆芽海带太多了，还有没有肉啊？没肉了啊！各位喜欢这种节目吗？改天我担心就是说这种是废话太多了，有时候没人看。不是没人看，他系统也不推荐这种。你这吃饭这是扯半天了，你这。最后再等一下，各位，反正也到这里了，我歇一下，这一点给它喝完了。一升呢，各位，一升呢，改天要不再拿一下他家吧？再拿，最近又晒黑了，各位，这上面还有一个蚊子咬的，这印子也消不下去，前面不知道哪里蚊子咬的还是哪里怎么着挠的。再吃一下。我本来是点一份烧烤送到家里的，我说出去逛一逛。这种床自己弄一下也挺舒服的。改天买一个好点的枕头，这个枕头啊，南极人也是垃圾牌子，这牌子比较垃圾，国产的做的都不好。买一个那种好一点的。到实体店买100-200块的枕头，到他店里睡到床上试验一下再买。网上好的乳胶枕，各位，我前几年不带着乳胶枕吗？有时候不好带我就丢掉了。这泉州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枕头我给那老板娘她老公了，包括我的拖鞋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我这拖鞋60块钱多少钱？很舒服的。就是说，有些网上有好的东西啊，乳胶枕你买到好的，真的能买到。他那个枕头套你还得自己线下再买布再定做一个，他配的枕头套是很垃圾的。各位，你看看，哥们儿懂得起吧？这不是自恋啊，各位，你看我这吃的东西很垃圾是吧？你跟我聊品味，各位，哥们儿有这自信，不管音乐啊，你说文化各方面，对吧？床笠也是漂亮的要命，这。地毯也是舒服的要命，就品味摆在这里了。反正虽然就是出身贫穷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基因里面啊有个品味，各位，有个品味在这里。我希望各位也提高一下品味，你跟别人是吧？我希望各位，我最后有一个感慨，可能今天聊的多了，我希望各位啊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
什么意思呢？我没有来这幢楼的时候，那楼道里的垃圾摆了几十年，各位摆了最少得20年。我一来2-3天没有了，2-3天没有了。我们啊拍视频也好，就自己吃饭也好，干嘛的？首先给大家提供一些基础的信息。如果可以啊，我们说说废话，你听得进去就吸收，听不进去就拉倒。我们自己就是灯泡，照亮别人；我们自己就是发动机，起码照亮一下别人。我们做这种人，你别想着，我之前就讲过一理论，你别想着啊，你是一千里马，伯乐会来找你，或者有些人说我就是愤愤不平啊，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评价，没有赚到钱。你啊，思维应该转变一下，多成为一下别人生命中的贵人，而不是说啊，我需要谁来这个拯救我，谁来看到我的好，谁来看到我的天赋。其实我也给星爷面子了，星爷那个功夫女足就这个那个，我不是说星爷被时代淘汰了，我其实要不敢说这话，因为星爷过去啊是陪伴我们很久的这么一个人。现在各位，你说星爷要被骂哦，现在全网不是说脑残粉或者怎么样，还有水军，就是他整个氛围像大海一样的。所以我出那2期节目我就不讲了，还有很多深度的。最后各位再歇一下，可以干掉，给它干掉吧。我希望各位可以借鉴一下，如果你可以照亮别人就照亮别人，真是这样的。我给今天好像喝一生一喝下去有点上劲儿了。还干完了，好久没喝着啤酒了。1-2个月没喝了吧，或者之前喝1罐什么着的。刚那哥们儿说加我，这到时候改天给我送过来。我说我偶尔喝一次的，我都有点害怕。他到时候，你看我取山马1号，他可能是也是生活比较努力的人嘛。有夫妻店，在镇江的这城市啊，有些人你在这里，比如说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城市，你想立足也好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有一台电脑就可以搞定工作的。我特别理解，我在镇江接触的人，各位，我说实话，我刚刚提到帽子那个事儿是吧？那一傻帽，我们给他一教训就得了，因为那细节就真的不方便披露。我答应别人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当时也跟帽子我说的原话，我说您相信我。他要求是我删除这些东西，我说您相信我。我不会传播，我答应你的会做到，你愿意相信就相信。那帽子也非常懂得起，他说我相信你。我说我们都懂得起来，你看看这么傻帽的人，这么大半夜的来把我拦下来说这种事情。他说是，他这个性子比较急。我说他改天我给他起诉了，他哭都来不及。然后这帽子我也讲了他的这个倾向性的问题，其他什么督察大队我都不讲了，有很多渠道的。我是说啊，这个傻帽啊，我现在想讲了，我自己收住啊，我讲一点抽象的。我说有些傻帽吧，不是说这个傻帽，有些傻帽，打嗝了，有些傻帽啊，一搞不清状况，他以为我是一素人，你知道吗？把我拦下来，他想揍我呢，就给我扣一帽子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我说你别走了，你不报警，我也要报警，你别走了。我当时就那个他打电话，他还气势汹汹的，他以为能欺负到我，还要夺我手机怎么着的。我说你报警报完没有？没报完，我现在打。我说完我就现在打电话，一个女的接的。我说你们接到警情了吗？我这边那个啊，他说接到了。我说在哪呢？小米山路边上交叉口，哥们儿地址也懂得起，跑都跑不掉。我当时清醒的要命，我思路也非常清楚。我 iCloud 也开启了，你怎么跟我那个？有些人真的是愚蠢的要命。我有时候吐槽一些网友啊，你真的是蠢到家了。你要碰到我，你这辈子你哭都来不及。这么讲，有时候好像显得自己很自信怎么样的。
好了，各位就聊到这里吧。我靠，反正这一段录了30多分钟，加前面我估计50多分钟。这就我之前讲的，我说我一聊能聊1小时，聊2、3小时，有些人不信是吧？我们聊到天亮也能聊，要不出去再买点东西吃，反正我现在也有精神了。要不到他家再拿一瓶。有些人觉得你吹什么，你自信，这是这样子啊，你不能说实力摆在这里，这情况就是这个情况。这怎么粉吃这么多没捞完呢？我没停过啊，这粉这么多，我没停过啊，各位，没有歇啊，吃粉吃半天还有这么多粉。豆芽这绿豆芽不好吃，你们喜欢吃豆芽吗？直接吃豆子不就行了吗？吃什么豆芽？你搞的这个。空调开着呢，空调开着好了，5毛钱一度电，你能用多少？开4天，4天96个小时，能用多少电？就是反正遥控也坏了，这空调你不能关呢，你要不然拔那个插，这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你看一下各位，我改天问一下阿姨啊，你这插座插在这里，这空调在这里，你到底线路怎么接的？我也是在纳闷啊。我改天装那个断桥铝那个窗户那个，你看一下上一个视频，那阿姨前面给我留的那个摆斜的那个东西嘛，你装那个断桥铝那窗户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你要么门开在上面，开在这边，左下角右下角，你现在有装修了都懂我在说什么，我搞得明明白白的，你不然隔音效果要减半的。还有那个尼龙的封条，就是 PA66 的，70、80、90的，就是7厘米、8厘米、9厘米，110的就是11厘米的，壁厚啊，1.4、1.8的，我也功课已经做好了。我在想这窗户要不要换，其实这窗户不换也没关系，换一下荷叶啊，怎么包括那阳台的，又扯其他了是吧？算了，这个窗户换的话两三千块钱，300到900一平方，各位，我这个窗户打个只有大概3平方，阳台上有几个平方，可以将就的，后期再看吧。又要打嗝，这一段录了40，把粉吃完吧。店长估计快2点半了，这粉怎么还没吃完？有点上头了，这酒还是有劲儿的，有时候喝一点还是可以跟各位多聊一点，叫拉格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意思。女的牛魔王，好了，各位您参考一下，吃完了没东西了。这汤我是不喝的，但因为有点辣。2026年7月17号了是吧？反正算是这种搬家啊、买房啊各个系列可能结束了。接下来正常来说会去旁边南京啊哪里拍起来吧，就不会再跟大家搞这个吃饭聊天怎么着的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得睡觉了啊。下期节目再见吧，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希望各位可以成为发动机，成为这个灯泡，照亮别人，或者说人生碰到一些难题啊，才哪到哪，各位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要着急，各位。你们看我不是也这样吗？是不是？而且人生有很多变量，它不是说你想着一板一眼的慢慢这样。你看你现在成大兵了，我居然成为了这种最讨厌的这样子。它确实是这样子。就比如说，你看我最初在云南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的是在那里买套房，就大家都说那，云南的这个
气候好啊，春城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对吧？我自己也是，就是非常了解自己。那昆明的房子也买不起，我就到曲靖去了。你看，都3年前了，现在说的话，2023年2月份2月17号，《蚁人3》上映的时候，我到那个曲靖的租的房子那天，我最后聊到这里就讲完吧，又要讲云南的不好了。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云南，真心话。因为我想跟大家解释清楚，就是说人生中啊是有很多变量的，它并不就相当于这个世界，它有一些隐形的东西，像暗物质也好，或者其他的东西也好，这些东西有些也没证实，我们就不扯了。就是你预想着啊，你自己人生会是这样子，或者遇到了心爱的人，或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或者买了房，或者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其实有时候它有很多变量。我到云南的时候，那时想的也很简单，我跟大家讲过了。我到那里，当时还在讲影视呢嘛，有些人知道《迷离时空》第2季、第3季都在那曲靖做的。我当时还想的是，就在那里如果住的好的话，在那里买套房。我这人反正适应能力也比较强。其实我到那个城市，我当时就发现了，但城市有很多缺点。云南其他地方我不敢讲，反正在曲靖我敢这么讲。在曲靖我毕竟住过1年，有当地人总是说啊叫曲靖一样的，我这喜欢叫曲靖不一样的嘛。有些曲靖人对我也很好的。我就是说啊，那城市有很多缺点，比如说老龄化非常严重，整个城市啊有一个老人味儿，然后早晚温差非常大，冬天非常冷。你看我在曲靖的时候有拍视频的，下雪了，你翻一下。物价低啊，就好像就这一个优点，物价低，吃的便宜，买车也便宜。风大，各位，风大，上午10点23啊，就开始刮风，风大的要命，大概刮到什么时候呢？刮到下午4点半左右，每天都这样，365天，300天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海拔1880米嘛，我就住在云南曲靖观佛寺街，您最好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视频。紫外线强，白天啊基本上不能出门。云南就曲靖这，你出门晒的直接给你晒伤。它并不是你理解的，就是说啊，我这身上有湿气，晒一晒湿气没有。你到那太阳底下晒一会儿，不是黑不黑的问题，直接会给你晒伤，直接给你抬到医院。海拔高对这个心脑血管。你这血液，你像现在我这手这都有血管的嘛，你血管里面的压力压强承担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之前在广西玉林也举过一例子，就是你升一气球啊，到了海拔1880米的地方，它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你再升个气球，你试试看，你住到2000米的地方住1年试试看，你身体是有些变化的。反正我总觉得在云南大理那些年轻人啊，20-30年之后，他们自己会回来也好，或者会到低海拔地区也好，他们只是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。你们看我未来说我对不对？2050年看我现在说的结论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缺点我跟大家讲清楚。好的我就不讲了。它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，它当然有一种假象，就是好像夏天凉快，冬天冷的。各位，那昆明冬天也下雪，你们可以搜一下地图嘛。还有什么？就云南那边啊，应该是有某种这种菌群跟低海拔地方不一样。就你到那边必然是要拉肚子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晚温差大，它必然的就是说你肠胃有时候就一刺激一弄怎么着就容易拉肚子，尤其是那种肠易激的那种综合体的那些人，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的，就是说你身体也没有这个幽门螺旋菌的感染之类的，你到那里一激啊，有时候早上就串稀了。我当时我说实话，当时我那房子啊，就曲靖那玄天路那小区水天家园嘛，有些人知道的，我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。当时我住几个室友呢，就是接连住的几个女的，那室友他们都正常上班的，早上8点多他上班去了，我有时候直接就拉肚子。我下楼吃个豆浆油条，各位，那温度变化是很快的啊。我再想想还有什么，我说我不是说就是
要当这个坏人也好，或者说怎么样也好，或者好像在劝也好，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云南，因为尤其你长期像我这样长期在浙江宁波长大的，怎么样，你不适合。今天一吃点东西还没东西了，再有点饭菜好，再捞一下，还有点吃的就好了。所以我这个担心还是对的，我还买了点饺子，还能撑点时间。我就是说啊，有些人对云南有一些幻想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你翻以前的视频好吧，各位，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，我可是在云南住过1年的人啊，对吧？我也担心是说完这话，有些云南人不开心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还有好多。你要说缺点，我跟你说的特别多，还有一个什么风大紫外线强，寿命也短，还有其他的。反正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被我改天我向各位保证，过段时间我会出一期视频，会列个提纲。因为现在呀有很多博主，比如说像什么出发的远望啊，什么某某城市探索啊，就他们也是标榜自己去过很多城市的人，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垃圾，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城市，他们不会跟你摆这个城市的物价、房价、环境。我讲一个东西啊，各位，今天给大家一个最干的一干货。一个城市里面东西走向的道路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有首歌叫《北京东路的日子》，讲的是哪里呢？讲的是南京嘛，就在我旁边。讲的是大学生唱的这个什么方丈啊什么着的，北京东路的日子，他们会大学生非常怀念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北京东路？为什么是北京东路？它不是北京北路、北京南路。我们在泉州的时候拍的最多的是哪里？泉州西街。为什么不是泉州南街、泉州北街？我说什么？刚刚那些我提到的很多城市探索的博主或者低房价的博主，他们根本就是智商很低的人，他们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之前在南昌的时候、赣州的时候我也讲过，我说你如果做生意的话，有2条选择。第一个，蜜雪冰城、正新鸡排他们开在哪里，你就开在它旁边。第二个，大学门口那种步行街，热闹的步行街，你开在哪里，他们有那种热闹的招商的，你就开在那里。就是说你在这里做生意不会死得很惨。我现在告诉大家，我这2年一个最极致的一个观察，所有的城市都通用的。我们刚刚不是拍了那中山东路、中山西路吗？有人会告诉你中山南路、中山北路很火吗？不会。在福建、广东，因为纪念这个孙文、孙中山，这个一定火的是中山西路、中山东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太阳啊，在下午2点到6点之间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太阳的高度角下山的时候，它照耀这个城市啊，因为它是日出东方，日落西方，它东西走向的这条路、这条街、这条巷子永远是最火的，因为你傍晚下午的时候是有太阳的，有太阳的。因为人啊都是向阳的，像向日葵一样。你傍晚出来去哪里？你不会去南北走向的一条街，可能早上你会去。按东西走向的一条街，你傍晚是非常喜欢逛的。各位，你可以仔细 get 到这其中的一些这种东西。所以很多城市，你去看，泉州是西街，所有的城市都是东西走向的这条街，有一条步行街特别火。我其实在莆田是大步街吧，还是哪条街，也是东西走向的，它不可能是南北走向。你说你问刚刚那些城市探索的人，他们会总结出这些东西吗？不会，他们总结的非常肤浅啊。山东乳滩
这里有个几万块的房子，大家过来吧。你被骗过去，到那里周边配套都没有，全是新小区的高楼房子，旁边是有个海，但是你愿意在那里住一辈子吗？火车站也不知道通到哪里。但是我用实际的案例告诉大家，我愿意在镇江买房，旁边靠着南京，靠着苏州，靠着上海，安徽也近，山东也近，河南也近。实在不行，我走这里回到南昌，回到南昌就回到福建，回到福建，回到广东，反正这中国大半这范围都辐射到了。我说了清清楚楚，火车站很重要，对吧？我们有理有据的，您愿意相信谁？各位？所以我改天要出一个节目，不是说反击那些博主啊，我们只是用事实的依据来让各位认识到一些清晰的这种现实也好，清晰的一些东西也好。好了，各位，反正这一段录了50多分钟啊，我就说嘛，录了1小时，汤给它喝掉吧，反正没东西喝了。那空调这都凉了。豆芽前面难吃呢，这么一吃了没东西吃了，也有那个西瓜，要不开一个？西瓜还在前面还有，算了，各位好像录到这里吧，您参考一下吧。就跟老朋友之间碎碎念聊一下，酒还有没有？没酒了。它这个瓶子有考量啊，这个瓶子能防晒的感觉，是这种棕色的嘛，各位您参考一下吧。2026年前面报过时间了是吧？再报一下吧，7月17号了。单子有的，自己暂停放大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，搬完家，我头晕的，要睡觉了。就这样子吧，把汤给喝完。有点凉了这汤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您参考一下。搬家结束，算简单的庆祝一下吧。这种庆祝好像也不是非常正式，但是像我个人非常自在的一个晚上。再录下去都3点钟了。老朋友，下节目再见，拜拜。